朗在战前，大家估计它有2000多枚导弹，相当大的一个数目。那它的无人机过去在俄乌战场上表现就非常精良。2天以前，伊朗当局公布了一个影片，他们在地下的一个大的一个基地里面囤积导弹跟这个无人机的数量非常的庞大。美国跟以色列开始对伊朗攻击以后，伊朗的反击力道还是这么的强大。观众朋友，今天中东情势赶快来关心到的是伊朗的飞弹，在昨天指导的是总理纳坦雅胡的办公室，今天也会来关心到包括了沙国的美国大使馆被伊朗这边的无人机给袭击起火。另外最新消息是在巴林的美军基地总指挥部也被轰。今天要来关心的是，难道以色列的铁穹失守了吗？接下来也会关心川普的地面战，他说有可能进行，那么会怎么进行？中东战争全面引爆。赶快来看到，这是最新消息，中东战火全面升级，而且是冲着领导人而来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了他的这一款海巴尔弹道飞弹，锁定的就是这个斩首攻击谁呢？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办公室跟以色列的空军司令部。这个伊朗说这一场行动是成功的，但是已经遭到了以色列最新回应说，他们是没事的，这个讯息是一个假消息。我们来关心这一款弹道飞弹，海巴尔射程达到了1450公里，是第3代的固体燃料弹道飞弹，主打的就是高超的机动与突防的能力。不过，这一次让以色列恐怕还有美国相当担心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次伊朗的打法跟过去在去年的这个12日战争的打法开始出现不一样的变化了。伊朗这一次不再只是用所谓的这个饱和式的攻击，用无人机进行饱和式攻击，它开始转变这种分层的攻击，一共是会出动2波。我们来看一下细节。首先，伊朗会祭出它的第一波是用它的低阶的武器，像是大量的火箭弹跟无人机，先来消耗以色列的这个拦截飞弹的库存，接着第2波它才会再次出动它的高超音速飞弹来打穿实际的以色列的防空网。我们赶快透过最新的画面，也就是最近期伊朗的攻击，来看它的这2波攻击是如何进行的。好，这个是我们看到伊朗在这几天发动的最新攻击。首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波，它会透过这种低阶武器、大量的飞弹来进行攻击。紧接着第2波，我们才会看到一个比较快速，刚刚有画面上看到一个高超音速的飞弹，再进行第2波的攻击，成为现在伊朗的最新的打法。实际行动我们也来看到，这是伊朗发动的代号，这个叫做真实承诺4的军事行动。当时所出动的就是法塔赫高超音速飞弹，末端速度15马赫，具有机动变轨的能力，并且搭配重型的弹头跟急速杀伤模式，专门可以压制住不管是指挥系统、防空节点跟军事基地，有效的突破来自于以色列，不管是它的剑3、大卫弹弓或者是铁穹等等的反制系统。那么战火不只是在以色列而已，沙国证实了美国大使馆遭到2架无人机袭击起火之外，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的最新消息，巴林的美军基地总指挥部同样已经遭到了伊朗的攻击。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大使怎么看了伊朗这一连串的攻击，包括运用它的高超音速飞弹来突防，是不是包括了这个纳坦雅胡的办公室铁穹都挡不住吗？这样子做是等于是斩首吗？以色列的防空神话有没有被打穿？大使怎么做解读？我想伊朗这一波的这个飞弹跟这个无人机攻击它有2个目的，一个是当然是报复性的第2个就是威慑跟吓阻性的。那么伊朗在战前，大家估计它有2000多枚这个导弹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数目。那它的无人机过去在这个俄乌战场上表现就非常精良而且数量非常的大。那么2天以前，这个伊朗当局公布了一个影片，他们在地下道里面一个地道里面也是地下的一个大的一个基地里面囤积的那个导弹跟这个无人机的数量看起来是琳琅满目数量非常的庞大。所以本来有人在这个预估，就是说在去年6月的时候，美国打击伊朗的时候，已经摧毁了大部分伊朗的这个导弹的这个能力，还有它无人机的能力。
那没有想到，就是说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开始对伊朗攻击以后，伊朗的反击力道还是这么的强大，而且呢，并没有被美国跟以色列一阵子针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指挥机构，然后还有就是导弹能力以及它的这个通讯系统的上千次的轰炸还是没有削弱这个伊朗这一方面的能力。那整个说起来，稍微盘点一下，过去几天伊朗对于8个它邻近还有呢就是有美军基地的这些国家都发动了这个飞弹、导弹，还有这个无人机的攻击，有4个国家都造成了实际的损害。那么像这个比较这个国际怎么讲呢？比较注目的谁说？像杜拜，那很多地方都怎么讲？包括民用的设施都被炸坏了。那么这个造成现在像这个杜拜他们这个航空还有对外的交通一片大乱。那最近刚刚还恢复。那其他的话也比较这些具体的以色列的，那也证实了有好几个地方，包括克拉维夫，包括海法榜都被以色列的都被伊朗的飞弹所击中。那前天伊朗就基本上呢，他们大概新的领袖3月1号一上任以后呢，他们有新的决定。一个新的决定，最重要一点就是不再跟美国跟以色列，尤其是美国进行外交谈判，那也就是完全切断双方的，那就展现了他战斗的决心接着他就指定说，我要打这个以色列总理的这个官邸，还有以色列的空军总部。那当然这个打击的情况的话，那当然现在不得而知不是很清楚，各种传言我想现在开始，美国跟以色列会封锁消息，因为这个东西，你的飞弹跟你的这个无人机是不是打出了结果的话，对方被打的人他基本上他都不吭气的，他不会让你知道你打击的成果怎么样。所以呢，可是呢，就过去还有最近这几天那么伊朗的导弹，尤其是这个叫法赫德2，这个在过去时候，那么就证明了它的精准度是很高的，射程很远的。我记得2年以前那个时候，当时的话也是伊朗受到攻击以后，他用法赫德飞弹，它是超高音速地对地的，1400到1500公里射程的，打过在伊拉克的这个那时候是这个莫沙德的在伊拉克的总部。那么打得非常的精准，当时西方媒体说，哇，不但这个打得远而且呢，他打的建筑物该打的建筑物误差非常的小，所以这个对伊朗来讲，我觉得他这一波的反击他是有把握的。那当然他有他的战术，他的战术一定是无人机、一般的导弹跟超高音速导弹这种交互使用。因为你无人机来的话，要看你地面的你这种防空设施你要不要打。因为在网络上有一个看到了美国的这个爱国者3号连发11发，11发人家算一下3000万美金就没了。那他这是打什么呢？对不对？你是打法赫德2呢，还是打一般的导弹？还是打无人机？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他基本上他是要消耗美国的还有这个以色列的军火的这种防空武器的军火库存。所以这场战争看起来以美国政府今天川普他说他准备打长期战，那么可见这个伊朗这一波的反击那逼着美国他必须再用另一波的攻击来压制。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的美以之间的战争，伊朗的打法已经开始有所改变了。从过去他做的透过这个导弹跟无人机进行的饱和攻击，现在转为是这种比较消耗战的方式。刚刚也特别提到了2个层次，先透过这种比较低价的导弹去做攻击，接下来再祭出它的超高音速无人机。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昨天包括了他说他打到了这个纳坦雅胡他的办公室，虽然纳坦雅胡这边方面说是假消息，但是铁穹神话到底有没有被打破？干哥又怎么看？海巴尔飞弹我们就可以。你看到上面的它的数据说，它是第3代的固体燃料飞弹，那它前一代、第2代是什么？就是飞毛腿，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的东西，飞毛腿。那这就是一般就是苏联制的那种战术的
地对地飞弹改良而来的，变成海巴尔。但海巴尔比较容易受到这个干扰，所以说你说他这一次斩首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这件事情到底可不可信？我觉得不管是伊朗或以色列，他都不会告诉你实情的。那但是因为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他特别有发声明说，总理好好的，所以我们暂且还是相信说，这些飞弹可能没有击中目标等等。但是不要忘记了，像这样子的飞弹，伊朗非常多，所以这次打不中，我下次还可以再打你。倒是现在我们要讲的法塔赫，法塔赫就比较神秘了，因为法塔赫真正击中了苏艾巴港。苏艾巴港在哪里？在科威特。科威特苏艾巴港的一个美军的军事前线基地。好，我就坦白告诉你好了。这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前线办公室，就设在那边。一排，他们是用什么方式呢？因为像这种前线办公室的话，他们没有固定的建筑物，它是一排的货柜车在那边。你看起来像货柜，里面真的进去一看，你就好像是无人机的指挥基地一样。非常的，它有大型的屏幕啊，然后参谋很多。所以为什么这次法塔赫打中了那个苏艾巴港的基地的时候，美军有说3人死亡，后来更正是6人死亡，重点是18人负伤，受伤的人数现在又在攀升当中，怎么会一次有这么多人呢？一个美军基地怎么会同时有这么多人负伤或是殉职？就是因为他用的是法塔赫飞弹，法塔赫飞弹是高超音速武器。他的任务是专门对付敌人的反飞弹阵地跟系统，那所以说它的弹头动能在1000公斤以上，它如果打下来的话是一片，它不像飞毛腿飞弹打下来是一个点，所以你会发现说法塔赫这种飞弹怎么能够造成这么大的伤亡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从大气层外再回来打的，所以它的动能非常强大。那当然它的这个坐标也要很精准。一般来讲的话，美军在基地周边应该会有反飞弹系统，对不对？然而这个飞弹就是专门对付反飞弹的，而且它这次对付的是静止不动的一个公式，就是什么？就是你的办公地点、货柜车、办公的货柜车，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前线办公地点，所以这次才会有这么多士兵伤亡。所以大家要晓得说，美军在空袭伊朗的过程中，的确没有损害一兵一卒，但是这次被法塔赫飞弹给打中了，损伤是非常惨重的。所以这件事情对美国而言教训是很大的。我相信不会只有死伤这么多人，因为你要知道，那个办公室群至少有大概50-60名这个高级参谋，以及非常精于操作无人机的士兵啊，以及前线的参谋。所以说不太可能只有这样的伤亡。是，我觉得当然美国的数据到最后会告诉大家，它不像伊朗会比较晦暗一点。对，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如果伊朗有更多这种飞弹的话，那恐怕精准打击的效果会更好。不过专家的猜测跟理解是，法塔赫飞弹的数量不够，不然的话早就拿出来用了。这样。好，那现在美方面对，还有以色列面对来自于伊朗的压力，不管是导弹或者是它的无人机，甚至有没有排除这个高超音速导弹，都还要持续的做关注。不过呢，美方现在持续的针对伊朗在做极限的施压。川普最新回应了，他说呢，最猛烈的打击到现在还没有展开，他要注意的是下一阶段，他说会更严厉，不排除川普说了会派遣地面部队。一位美国的高级官员也说了，接下来的24个小时之内，美军会大幅加强攻势。国务院最新已经要求14个中东国家的美国公民都尽快的撤离。那么，伊朗先前曾经宣称在科威特上空击落3架 F-15的美军战机，那美方已经站出来澄清了，他说这只是友军的误击。不管怎么样，现在可以看出来，美伊战争他们的这个战争的风险持续的升高当中。川普说的不排除地面战，有没有可能真的进行？如果真的发生的话，中东会不会迎来全面战争？上次哥又怎么看？眼前川普最大的这个有个新的考验哈，就是他等于对伊朗开火，或包括特别把哈米尼打死啊，
这个斩首，他现在必须要提交给国会。也就是说，最后国与国之间如果真的要战争的话，美国国会得要通过。所以现在川普已经正式提出来，那美国国会会通过吗？会不会像关税战那样子？其实还是这个关税的权跟现在这个开战的权，其实还是国会的哈。总统可以决定没有错，但是国会得要同意，这是眼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但是都知道，川普其实向来都是会先丢出一些英文叫 future vision， 然后下一个阶段的一个东西，或者是说夸口的东西。我们知道，其实在川普在打的时候，刚把哈米尼弄死的时候呢，斩首行动完之后，他立刻说：“这个伊朗这个地方，他有3个可以接班人，然后他再看哪一个可以跟他来谈。”所以他就立刻说3道4，可是事实上最后证明根本没有人要跟他谈，而且他一开始以为可以就碾压式的透过威慑你，还把你哈米尼把你斩首之后，你们大概就乱成一团，你们大概就得要投降了。可没有想到，不到24小时，接班的这个3个主要的团队，马上立刻就可以把这个回击。这令人赞叹，现在全世界都是这样，也不是乱打，而且还包括周边的胡塞组织啊，包括的真主党。其实现在特别是在整个以色列的各大城市的上空，不只是只有伊朗的这些火箭弹，跟包括他们的导弹，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个搭配的一起穆斯林兄弟在攻击。但我们刚刚讲，除了他第一个部分他夸口说要跟我谈，第二个这个最新夸口就是有关于地面部队这件事情。当然，现在最新还有第3个夸口是什么？他说武器，因为如果你要打地面部队，你要先算算你有多少武器吧。除了飞弹之外，然后川普最新的说法是武器是无限多，他现在是这样夸口说，特别是中高型的部分武器绝对没有问题哈。所以这些夸口本身都看得到，川普其实是商人，所以他很多东西的放话的东西，这就像是他会投射下一个他具体的目标，所以他描述这个东西，但是是虚实，其实不见得。他都是先画给，然后之后再来调整。要知道，如果真的打到地面战，很恐怖啊！这不要说是国会同不同意，乃至于他自己本身就要真正进入实质的衡量。对，要知道3个角度：第一，美国永远都在打代理人战争。整件这件事情其实是以色列的问题，他只是聊得太前面了，所以你说他会真正的投入到地面战争吗？要知道，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伊朗的地形哦。伊朗其实是在中亚中间，才隔着所谓波斯湾的部分，我们所谓中东地区。大范围的中东地区当然包括伊朗，可是你就地理位置来说，其实伊朗其实更靠近中亚，跟旁边的这个伊拉克跟那个印度是很靠近的了哈，是更靠近我们这里，所以他现在打这个以色列是要跨过去打。他最近攻击那么多，其实穆斯林其他包括沙特等等这些国家，就是因为他的同一个方向，他并不是往右打、前后打。很多人其实没有搞清楚伊朗的地理位置，也就是说，地面战争这件事情，美国要怎么样过去？他要怎么样去打地面？难道这些其他穆斯林的，包括沙特，跟他一起打伊朗吗？所以地面战这里还要牵涉到整个支援的问题。要知道，这伊朗不是笨蛋，他现在马上就把一些海港当中美国的这一些航空母舰的补给的地方也都打烂了哈。所以伊朗真的不是笨蛋哈。再加上刚刚讲，伊朗不是笨蛋，所以如果你要打地面战争的话，对方如果也是很精明，像这一次我们看到反击这么厉害的话，恐怕不容易吧。好，接下来有关于中东的战事，赶快带观众朋友来看到是美国跟伊朗现在持续的在对峙，而且已经被逼到一个快要到临界点了。我们现在看到美军的各种武器都已经摆出来，大局的压境哦。那白宫也放话，这1-2天内就可能会正式的来动手。重点是包括了现在可以看到美国内部它的披萨指数也不断的狂飙，在此刻呢，川普再加码，他说还有一支除了林肯号之外，已经在中东了，还有一支美丽的舰队，川普说正在航向伊朗。我们现在来看，把这个武器也摆出来，包括了美军跟伊朗各自寄出了哪一些武器。林肯号打击群之外，还包括了各种的运输机，包括 F-15E 等等，还有 F-16等战机都已经摆出来了。再来就是 B-2 轰炸机这一系列，美军现在蓄势待发。伊朗我们赶快来看到，除了这个弹道还有防空飞弹2000枚之外，
年产能更是可以达到3000枚的飞弹，还有各种的飞弹都已经寄出来，无人机、无人艇，甚至是这个狼群快艇会做饱和攻击，还有它的智能化的全监控的系统，全部都已经摆出来了。节目一开始，赶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传出美国说的哦，在中东的事情，他们可能1-2天内就会动手，再加上披萨指数不断的狂飙，已经进入开战倒数了吗？第2艘航母，川普说的，美丽的舰队是否也很快即将到达中东？委员怎么看？美国要这个时候攻打伊朗，这个几乎是美国最好的时机。如果闪过这个时机，机会不大，因为现在是伊朗最脆弱的时候。它的通货膨胀啊，它的货币贬值，它的物价高涨，使得老百姓对于整个哈梅尼政权失去了信心。虽然哈梅尼政权使用革命卫队，用最残酷的方法杀害老百姓，然后来稳固政权，但是这个比清朝末年更糟糕，因为它经济问题没办法解决，老百姓过不下去。今天起义被你压制了，隔2天再起义，你看永远压制不完。所以这个政权是已经到了最脆弱的时候。那再加上他的民选政府跟他教士集团跟革命卫队基本上是互不信任啊，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要打击伊朗，它基本上不是去占领领土，它基本上的目的就是要以斩首行动来除掉教士集团的头目，大概有30个。那除掉革命卫队头目大概有50个，再加上有10个导弹机的弹药库，总共加起来大概90个目标。要除掉这个90个目标，1艘航空母舰不够了啊，至少要2艘以上。那现在会开战，也要等到2艘齐备，再演习训练一段时间，跟委内瑞拉一样，委内瑞拉那么菜的国家，它都布阵演习了好几个月，所以它可能会演习一段时间，让这些飞行员熟悉领空的控制、防空导弹的运作再来就是说，情报到底收集好了没有？委内瑞拉当时在围的时候也是在收集情报，哪一些人可以收买哪一些人必须打击哪一些人必须背革，这个情报要先做好。那但是对伊朗来讲，不只要做这个工作，还要了解到他要打击的90个对象到底精准位置在哪里。简单，哈梅尼到底藏身在哪里？如果哈梅尼藏身在地窖里面，我要用什么武器直接把他炸死在地窖？这个都是在规划参谋作为的运作。那如果情报不灵呢，他当然就不会开刀了。如果情报很灵，就像说马杜罗这个美国已经是连他的卫队的队长都收买了，他就很有信心，知道他人在哪里。那也知道说革命卫队会配合，不是他的守卫队会配合把他的古巴的警卫给干掉。那这个都部署好了以后，他当然就出击了。那现在这个川普就是重施故技。所以部署这些飞机、这些导弹，当然伊朗也不是无下阿蒙了但是可是问题是以伊朗的实力要达成反击的能量，我个人认为差距太远了。所以伊朗说有多少导弹或者东西，那个吹牛的成分比较多。他说蔡总你怎么说伊朗吹牛呢？他不是打击到以色列吗？是的，以色列是假设不被攻击为原则，可是他被攻击的时候，伊朗的精准度显示有问题的那对于美国的航空母舰会不会被攻击对吧？那我们正在看看，有史以来第4航空母舰被攻击会长了什么德性是。那如果美国航空母舰被攻击的话，那东方某小岛人就要闭嘴了基本上就闭嘴了因为连伊朗那么菜的导弹都能够打得到，那伊朗众多吹牛它有高超音速导弹绝对没有了。现在全世界战场上唯一出现的高超音速导弹只有俄罗斯的增速导弹，数据上被确认了。那伊朗绝对没有，为什么绝对没有？因为它没有固态液体的燃料它没有固态燃料，它怎么做出高超音速导弹？所以我觉得伊朗可能还在加油所以3000枚飞弹，都是地对地的，要打这个在海上目标，可能还有待检验。
好，所以持续这个一样的问题，也请教将军。刚刚讲到说，有没有可能伊朗去打美国的航母？因为川普也说了嘛，现在除了林肯号之外，另外一艘航母也即将要抵达中东了。那么，包括伊朗的飞弹、无人机，如果进行饱和攻击的话，他会选择航母，还是可能会打美军基地或者以色列？如果打航母，当然这威慑力会比较高嘛。从二战之后就没有这样子的事情过。厉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这次川普很明显的哈，他只是想要借军事的压力哈，对伊朗来施压，逼着伊朗再回到这个谈判桌上面哈，谈2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他要求伊朗要这个解除他的核子浓缩铀的方面要解除掉哈。第二个来讲，要伊朗撤除他的导弹，因为这2样东西对以色列是最大的威胁哈。但是我觉得川普只是他会不会真的想动手？我觉得就算他想动手，可能五角大厦那边会给他提供一个忠告，这时候动手不是很好的时机。我们从几件事情来分析。第一个，我们上次看到美国这个对伊朗动手啊，它是最少它都部署了双航母哦。那这次对于伊朗这种中等的强国，你现在只有1艘航母在那边林肯号，那川普在那边吹牛了。他说还有一支美丽的舰队，我特别去查了一下哈，这个美国的所有航母现在目前在部署中的有3艘哈，就是这个林肯号，另外还有华盛顿号哈，还有福特号，这都已经部署了，一个是在横须贺港，一个是在这个委内瑞拉那边哈，另外在作业中也就可以部署的只有2艘哈，这罗斯福号跟布希号，可是他们现在的位置分别在美国的东西两岸。太平洋跟这个大西洋，那如果说要过去是可以，可是最少以现在来讲的话，从这个不管从大西洋到达这个阿拉伯海哈，最少大概我认为最少10天以上的时间才到得了。另外有2艘是已经在部署完了以后，在阿兵哥在休假哈，那2艘是李米兹还有卡尔文森号，另外还有3艘哦是已经在大整修的，有3艘雷根号、杜鲁门上次在这个中东那边哈被炸的，我想大家都知道撞船的那个还被这个他飞机还掉到海里面，还有1艘是艾森豪威尔号，这都在整修之中。所以说美国能够动的航空母现在只有2艘，这2艘现在看起来好像还没有往这个中东地区运动。那第3个理由，我认为说是美国川普现在还不太可能动手，当然就是海湾国家不认同哦，包括沙特，包括阿联酋，他们很怕伊朗对他们油田来做攻击，他们倒不是不支援美国，而是他怕他的油田被攻击。如果伊朗猫起来打的话，哈，这个不分青红皂白，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个遭受池鱼之殃？所以这2个国家他就不愿意美国借用他的，你们打你美国自己去打，但你不要用我的领空，不要用我的基地，以免我遭受伊朗的报复性打击。伊朗可能打美国打不赢，但是打我的油田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看美军哈用兵这几次的用兵都是速战速决哈，他不管对委内瑞拉1天结束，上次去打伊朗也是1天哈，这个 B2 轰炸机飞进去。轰炸完以后，这个就当天就出来就结束了，他绝对不会限于一种持久战。我觉得美军有他们的智慧了。那这次如果说是你不能在这个速战速决，而限于一种持久战的话，就算是你可以把伊朗打到这个伤残或怎么样，可是问题是说你自己要付出的代价更大，尤其是说你要担心这个伊朗。他不管他的无人机哈或者导弹再怎么样，对以色列、对你美军，甚至于对你的航母战斗群，都是很大一个威胁。那这个日子久了，时间拖久了，对美军来讲是不利的。是好，美军要不要动手，这考量到要非常多的条件。那当中，刚刚厉将军也特别帮我们提到，就是有关于沙乌地跟这个阿联酋这一次不愿意借他们的领空，除了是油田的原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等一下请赖老师来帮我们看。那川普为什么这一次在派另外1艘的舰队前往中东，是代表现有的兵力还不够，可以镇压伊朗的意思吗？赖老师有怎么看？伊朗的国土面积很大，人口很多啊。那你要去轰炸伊朗的话，最好的距离位置除了巴基斯坦，还有这个阿富汗啊，是在伊朗的东部啊。另外在西部里面有伊拉克、有阿联酋、沙特啊，在北部有土耳其。如果你要去轰炸这个德黑兰，你要去轰炸这个伊朗的重要的军事设施，那你当然要使用这些军事基地是最方便的。
土耳其有美国的军事基地，但是土耳其这次已经很明白的说不可以使用我的军事基地，我的领空也不开放。阿联酋跟沙特也做同样的一个表示啊。那现在只剩下一个卡达的军事基地，可是卡达它距离伊朗很近，伊朗的中程的弹道导弹是可以攻击摧毁到这个卡达的军事基地，所以在对美军来说的话，已经把卡达的空军的军事基地的眷属跟非必要人员已经撤离了，留下的就是战斗人员。但是对于美国来说，还是要维护这个最近的空军基地的安全，所以它的上的系统跟这个有关于这个爱国者导弹都已经进来这个保护。可是问题就在于，那你要从哪些地方来去对于伊朗进行攻击？现在被局限在只剩下在阿曼湾这个地方。也就是在阿曼湾这个地方，也就是伊朗的西南部，这个对于伊朗境内进行攻击的话，一个航母战斗群就不够了。因为一个航母战斗群就是一个空军的联队，是88架的战机左右，包括空中预警机、电战机。例如说，它有2款的 F-18，一个是咆哮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也是 F-18的强攻机。那另外当然它还有隐身战机在里面，可是这样还是不够，怎么办？他也把这个导弹驱逐舰跟护卫舰，也就是可以装这个鱼叉导弹的这个导弹驱逐舰、护卫舰也都派过来了，潜舰也进来了，因为潜射也可以用鱼叉导弹来对于，尤其是对伊朗进行巡弋的攻击还不够，所以一个航母战斗群再拉过来，就等于是有2个空军联队，这样的话就能够构成至少100多架。170几架战机，如果再加上地面的军队的话，200多架战机才能构成足够的威慑力。目前美国的军方，特别是太平洋舰队的军方官方的，他已经宣布，他证实了，在上个礼拜1月21号的时候，从圣地亚哥，也就是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本来的驻守的地方是在圣地亚哥，他已经离开母港了，离开母港已经开始进行演练了。所以他开始往中东的地区来移动，但是问题是具体的位置在哪里，他们不说。那是在1月21号，由太平洋舰队正式宣布，他们的军队已经开始进入演练。那如果说以1月21号，现在是1月29号的情况来看的话，所以川普所说的另外一个航母正赶往这个基地赶往伊朗的阿曼湾，这个可能性就很大了。也就是说，即将快要到达了这个阿曼湾，那这样就构成2个航母战斗群对伊朗的一个打击的一个态势。目前大家很早我们就推断了因为当时就已经推断，攻打伊朗，刚刚蔡委员有说，一个航母战斗群的战力是不够的，一定要2个航母战斗群。那原本我们就推断这个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的可能性是最高的。那以太平洋舰队的宣布、官方的公布来说的话，他们在上个礼拜就已经离开了，已经开始演练，然后不说它的具体位置，我们就合理的推断，确实这个川普所说的2个航母战斗群赶往这个地方，很有可能这过2天它就出现在阿曼湾。那这样的话，这个对伊朗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军事火力的一个打击。用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军事火力的打击的态势，可以造成一种军事上的一种我们叫做极限施压，来逼着伊朗跟他进行谈判。是我个人认为，目前来讲，施压到一个程度，如果伊朗还是不谈判，那伊朗也采用针对性的一个方式跟你对抗，对于川普来讲，这个就赌很大了。所以我们看到股市最近波动很大，就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川普会不会再一次的塔口。如果川普后来发现打起来，股市、油市那个重大的挫败，然后金价又往上飙涨，那还得了啊？那这个大家逃离美国的话，那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不得了的事情了。所以会不会川普考虑到他的股市的震荡的问题，那干脆就这个高压的态势也被识破了，那也打不下去，就不打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就典型贴在这个川普的脸上了。可是如果一打的话，我们保证油价绝对会涨，股票绝对会跌，那这个会造成美国跟很多国家的动荡。
战火现在进入倒数，尤其今天关心到的是，伊朗现在祭出了它的射程高达1000公里的新款的导弹亮相。中国大陆现在传出有暗中帮助伊朗吗？再来就是俄罗斯是否也有介入？美国航母危在旦夕。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我们今天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今天会来关心到是伊朗的无人机逼近了林肯号之后呢，是直接被美军的 F-35给击落下来了。另一方面，革命卫队试图在另外一头呢强行扣押美国的油轮。中东战事现在被说是一触即发，美军能够掌握局势，避免战火全面蔓延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题我们会来关心到是在中国大陆的部分，它的一艘科考船现身在阿拉伯海，网络上现在还流出了一系列的卫星影像。在这个卫星影像当中，是以中文标示了许多美军在它的武器中东的部署，这是中国公开支援伊朗提供给他灰色的情报吗？那美军又如何反制这一场情报战呢？最后，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接下来的要在2月份特别关心，就是2月6号，美国跟伊朗会来谈这个核谈判。而在核谈判正式的进行前，我们看到伊朗直接抛出了他愿意承诺的事情，包括暂停他的核计划。浓缩铀会送往俄罗斯，川普则是要求说3个东西你要停和限制飞弹，这是第2个。第3个，也停止支持中东的代理人。这一场在2月6号的核谈判到底能不能成功？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美伊关系现在到了随时开战的一个边缘的临界点了。3号来自于美国军方亲自的证实了，说有一架伊朗的无人机，这一架是夏德139，在逼近阿拉伯海的时候遭到了。在阿拉伯海林肯号的航母附近的时候，立刻是被 F-35战机给击落了。另一方面，我们则是看到伊朗则是试图登上了一个他看到的悬挂美国国旗的油轮进行扣押，战事现在看起来是剑拔弩张。另一方面，中国大陆有出手相助伊朗吗？来自于南华早报的报道说，看到了大陆的科考船现身在逼近林肯号的附近。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来看到这一张图。这个是网络上特别流出来的大量的来自于中国大陆卫星的高解析影像，并且在这个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中文字，在这个中文字当中，特别是中方标示了说美国的林肯号还有美军的E-15战机跟它的爱国者飞弹部署的地点，被军事专家解读中国可能在向伊朗提供美军的动态情报。他认为这样子的手法其实类似于过去的印巴战争。那么在同一时间，我们看到伊朗的部分则是祭出它的重型的反舰导弹，这一款是阿布马赫迪，射程1000公里的弹头，重达400公斤。现在根据了解，只要2枚就可以击沉前方美军9000吨的驱逐舰。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干哥怎么看了？中国真的出手帮助伊朗吗？那如果是有帮助的话，是否提供在这上面的情报战？美军接下来会如何来做应对呢？再来就是反舰导弹，刚刚说射程高达了1000公里，代表美国在中东部署的这个林肯号航母是逼近危险的吗？干哥怎么看？当然是危险。但我们要知道，伊朗这次它无人机逼近了林肯号，这就是一个讯号。为什么？因为大家在想说，已经相安无事了，你们不是已经上谈判桌吗？现在到底是要在伊斯坦堡啊，伊朗、美国的官员高阶他们都要见面啊，对不对？那现在到底是谈到什么地步？可是伊朗无人机怎么会在阿拉伯海出现？然后而且好像接近了林肯号，这事情意义很重大。不过伊朗他宣称说，这个我们是什么？我们这个是一个商用的无人机，它走在自己的航道上，根本没有逼近美国。当然讲要这样讲，但我要讲的一个重点是什么？你要知道 F-35，其实无人机到了你的头上的时候，你大概才会发现它。F-35是距离100公里，航空母舰战斗群100公里之外把它击落的。也就是说 ，F-35它的态势感知完全发挥作用了。你在空域里面有任何的动作，有任何的物体进来 ，F-35它被训练，它的 know how 就是你一定要知道，在你身边周遭200-300公里范围之内突然出现了飞行器，它抓到了，大家就知道了。美国的技术我们还是必须要认可的。他抓到了，他不是用眼睛看的，因为你看不见。
他抓到以后，然后飞行员直接下判断这是无人机。为什么？因为它的雷达横截面要比隐形战机还要大。大家听得懂吗？无人机这么小，雷达横截面怎么会比隐形战机来得大？因为隐形战机是逆中的，你在雷达屏幕上面看的，只像一个小鸟一样。但是如果说是在那个无人机，因为无人机有螺旋桨，那个非常不逆中的，他马上就判断这个是无人机，打。用怎么打？用 AIM-9响尾蛇飞弹打 ，AIM-9X 响尾蛇飞弹把它打下来。所以说一句实在话，我觉得美军在第一次接触上面，他就已经有逮到了。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承认，就是说，万一不是一架的时候 ，F-35就应付不了了。这个时候，舰队防空就要启动。什么叫舰队防空？舰队防空就是神盾驱逐舰的防空系统完全要启动，标准3型跟标准6型飞弹全部要上啊，要拦截。这个画面会不会发生？很可能在下个礼拜就会发生，就是在我们中国人过新年的时候，很可能就会发生。然后我们现在再来讲阿布马赫迪飞弹，这个飞弹我坦白跟各位讲好，这就是中国技术的援助。为什么？它的射程1000公里，然后它弹头400公斤，这个完全是常见实型的翻版。常见实啊，我最近有拿那个轰6它身上的常见实给大家看，它就是长程巡弋飞弹，但它也有可能阿布马赫迪也有可能，它根本就是一种弹道飞弹啊。那因为弹道飞弹的技术比较复杂，我觉得不太可能会用在这种飞弹上面。但是它可以打到1000公里，那就是代表像跟我们的常见实型的飞弹是一样的道理。它能够飞这么远，然后呢，它飞这么远，它还弹头威力有400公斤。它要是一颗打到你美国航空母舰的话，是打不成的。所以这边我必须要先强调，400公斤的弹头打不成的。为什么？因为美国航空母舰总共11艘，每艘都是10万吨级的。你要2颗到3颗以上打中它，才能够把它打残啊。所以说，其实反舰飞弹它其实有一个，就是说怎么讲，就是说心理因素会比实际集成要来的有用。所以你就会看到说，阿布马赫迪真的是已经要他说你看2枚就可以集成驱逐舰没问题，但是你要打航空母舰没有那么简单。不过最重要的是目标或怎么获得，这里面绝对有中国技术的协助。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开战的时候，大家要小心了。如果伊朗真的能够逮到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的话，中国在这后面一定出了很多力的。同样是中国的角色，特别请教苑老师怎么看？现在是说中国也有暗中提供伊朗在情报上面提供给伊朗，老师又怎么看？对，那个刚刚提到阿布马哈迪的这个导弹的时候呢，是伊朗拿出来，大家以前的话呢说的不多，但是这个非常有可能是中国的技术援助啊，然后这个俄罗斯当然也有一些提供一些帮助啊，但是这个整体来讲的话呢，就是分成了几个方面哈。第一个的话呢，我个人看法觉得说有中俄的联手啊，就基本上是唱一场双簧给美国看了，啊，因为呢，他们之间的做的，大家的评估啊，就是美国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决心啊，也没有这个理由要跟伊朗之间就是开战，更不要说是地面的战争。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伊朗的这个存在啊，目前这个情况下，这个策略是很明显的，就是让俄罗斯先走一步啊，然后中国本身呢在暗中资助，然后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呢，要做事情呢，就是他们整体来讲啊，就是希望中东的局势啊不要有伊朗的消灭啊，因为伊朗如果消灭的话呢，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抵抗之湖？就是说原来的话呢，就是伊朗的代理人战争，就是从一开始到从哈马斯一直到这个叙利亚到伊拉克啊，然后到了胡塞武装什么的，全部都是伊朗支持的。那这些的话呢，都陆陆续续被以色列加美国的联合作战的方式击溃，所以伊朗变成最后一个堡垒。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伊朗怎么可能没有中国跟俄国的支持？伊朗原来就是俄国的一个小老弟，俄国对伊朗的支持长期以来就是冷战中的一个重要标志。那再加上中国现在的话呢，它有3方面的理由。第一个就是伊朗的油是中国在买的。啊，那中国本身是一个能源缺乏啊，它各方面来讲，委内瑞拉也好，伊朗也好，中国都有买油。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的区域上，这个整个中东地区的话呢，大家可以想到，如果中东没有敢跟美国挑战的伊朗的话呢，那整个区域的话呢，就可以宣告
以色列的胜利。以色列胜利对于这个整个伊朗国家，大家知道就是什么巴林啦，什么卡达啦，或者说是这个阿联酋啦，或者说这个沙特什么，都是一种奇耻大辱，所以搞得整个欧洲地区或者说整个世界地区的穆斯林回教徒，他们就会极端的反抗，所以在这个地区上要维持势力的均衡。然后第三个的话呢，我必须坦白讲一句话哈，这个对于伊朗做某种程度的支持的话呢，美国不敢动手的话，就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中东地区就继续乱下去。请大家注意啊，就是你旁边的邻居啊，只要战争不打到你家来的话，他们乱对你来讲不是一个太大的坏事。这个当然讲这种话不道德了啊，可是实际上也是这种情况。所以大家看到说是我们基本上的话，如果说你不管，如果中国有能力不管，那俄罗斯现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下，他也管不住的话，那中国不适当的施出援手的话，如果伊朗真的没的话，那还得了啊！整个中东地区就是美国加以色列的，那以色列做事是非常狠的，对不对？至于说是川普提出来的条件呢，我觉得说废核跟废弹的话呢，都不太可能。因为现在的话呢，经过这一次这个俄乌之间的冲突以后，大家发觉乌克兰最大的措施就是十几年前把自己的核武器都不要了。所以任何情况，现在没有人敢惹北韩了，没有人敢惹，为什么？动不动就给你来一个，但是有浓缩又不用了，也不行，一定要有导弹。所以说前面两个，至于说代理人战争早就结束了嘛。好，谢谢苑老师。确实哦，延续聂老师刚刚帮我们特别提到的，就是美国川普现在特别提出来针对伊朗2月6号要进行的核谈判。3个条件当中，刚刚岳老师帮我们特别提到，除了要废核之外，还要限制它的弹道飞弹的发展，最后就是支持这个停止支持中东的代理人。川普说了，如果在2月6号这一次谈不拢的话，就会有坏事情发生。那伊朗这个时候也祭出他的一些善意啦，伊朗是说他会暂停核计划，并且把浓缩铀送往俄罗斯去。接下来我们请聂老师来带我们看一下俄罗斯的角色。另外就是2月6号的核谈判到底有没有机会谈成 ？OK， 我觉得不管是人与人、团队与团队或者国与国之间，在进行谈判的时候，说实在有3个步骤，我是这样认为哈，就是这2个方呢，一定是一开始的时候有一方可能比较强，他是用攻击性的角度，可另外一方可能防御，但他也够强的话，他也可能会攻击，但最后呢，一个方式就是你防御也防御不了，就是投降嘛。我现在觉得美伊这边的谈判呢，是陷入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讲说以这个喊出声量来讲呢，伊朗其实在军事上、霸权上绝对赢不了美国，美国基本上是步步为营啊。但伊朗当然也释出了非常的讯号，说反正呢不管怎么样，誓死抵抗到底。那是之前，跟照美国的军事实力绝对是高到一定国家之上。那么而且呢，他的霸权呢，甚至他呼朋引伴的这个盟友的这个这集结地位也是比较有。因此，他如果继续的给这个伊朗一些威胁的话，伊朗当然最后还会选择你刚刚讲的所谓的善意。可是重点是善意要多善意，如果走到第3个叫 surrender， 就完全投降，我相信也不太可能。就像2战之后呢，日本呢讲不好听点，你已经这个是一个战败国，而且呢以前这么多的这个罪行，那当然你不能再有攻击武器，当然还是给你有一个保命叫做防御部队，叫 defense， 就是他们的 national guard defense 防御部队。那我的意思就是说，美国常常会用他的霸权要求他的对手说，你就给我完全的投降。可是你知道，伊朗也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三脚猫的很差的国家，只是碰到你这么强权，他当然会担心，因此他会谈另外一个方案。那刚才这个您可以看到，不管媒体上讲或者刚刚世明讲的，美国要的3样东西的第一样叫做终止核子计划。这个终止这不一样 ，terminate 是完全停哦，这就是投降概念。所以呢，伊朗会抛出一个说我们暂停核计划，而且他还丢出一个，我把浓缩铀送到俄国，那它有个小小保护伞，因为这2个国家实际上都是有当然美国不是就比如以一战争的时候，他们都有所谓的代理人战争，他有前线代理，有后线代理，他可以也就是他要帮这些代理人去贡献，或者呢帮后面都有可能。他是前线代理之前，我们大家都知道，黎巴嫩真主港也好啊，胡塞组织也门啊，或者巴勒斯坦这个哈马斯，还有呢像以前的委内瑞拉，当然像那个伊拉克等等都算。它背后还有2个核武大国，北韩、俄国。当然说不好听，还有一个中国慢慢隐形。中国只是忍着不讲话，其实他也会释出的偶尔的提供资讯这个跟这个印巴战争一样。当然，美国那一方呢，现在不是而是美国直接跟他，所以他没有所谓代理人，他当然会跟他讲说，你必须要这个停止支持中东代理人。其实我觉得这个要求呢，就是他希望怎么样呢？让这个
伊朗呢不会再给这个美国未来造成它中东的一些阻碍了哈。当然，限制飞弹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个最少你不会每次我要打你，我比你大，比你厉害，你还有时候还威胁我一下，这个川普也不爽了。好，那最后讲到他把浓缩铀送到俄国，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啊，那有人说这是一种外交策略，我觉得这是一个保命策略了，因为他毕竟他的代理人，这个他幕后的一些主要的这个护盘者呢，他还是觉得他们多少还是有点力量可以保护他的未来的生存，是，所以这是一个保命策略。那当然也就是他预留他未来的一些生存的空间。那么我最后要讲说，美伊这样我的分析说，这样的一个这个谈判，美国步步为营，他又有霸权在手，又有军事实力，又有盟友的这些力量，会不会最后这个成功呢？基本上啊，我觉得最后还是会成功的。伊朗最后还是会让步，毕竟呢，你打的就是可能美国真的。这个当然美国也会自伤，对不对？打人这个4/3也自伤，打人7分自伤3分。可重点是大家到最后都会形势比人强啊，就是说我发现你一定要做动手，我还是会一些让步。因此我觉得这个未来的成功的几率还蛮强的。但是伊朗它还是要必须我刚刚讲的，它已经无法攻击，它最少还是要保密，还是要有未来的防御的一些保命的未来的预留空间。